过上梦想中的生活真的有这么困难吗？嗨，我是 Chopin， 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同时他也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位贵人，好哥。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找到自己喜欢与想要的人生。上一本书就是你出上一本那个致富觉察的时候，我有邀请你来我的 YouTube 聊聊嘛。然后那一本书呢，我们是讲三茶。你现在新出的这一本书叫做《人生成为》，那很明显就是前面是讲觉察，后面这一本是讲成为。那我知道这一本书里面你有讲到三维嘛？那这个三维到底是哪三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三维？好，三维其实是认为、作为跟成为。简单讲，认为就是脑袋怎么想，那作为就是身体怎么做因为想到做，其实就知道到做到的过程那成为的话，就是人生怎么得所以说其实就是脑袋想的跟身体做的，跟最后我们人生怎么过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其实说难也不难，其实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概念就像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说投资很重要知道这个股票会赚钱知道这个未来的话被动收入是让人生能够在时间上面有选择权的一件事情，那是你认为。那如果你不认为的话，这些都跟你无关但是就算是认为，你如果连个户都没有开这些所有东西也跟你无关所以其实真正要体现认为这件事情的话，最重要的关键是知道还要做到如果你知道但是没有做到的话，坦白讲你所有的认为其实是一场空。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所以想就是问题的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只会脑袋想说哎呀我这样做好不好那样做好不好你怎么想这些东西问题是没有解答的。因为其实所有的想象呢，它基本上都是对未来的揣测，对未来的揣测它是没有办法透过你完全的想象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因为都在你脑袋里面，这个脑袋里面回圈呢再怎么转它没有办法落实。那有人问说好哥，那就算我做了之后如果不如预期怎么办？我说不如预期也是一种预期，大家去想一下不如预期也是一种预期，就是做这个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就算是不正确的答案，它也是一个养分所以其实有一本书叫做一如既往一如既往，摩根浩斯它里面有一段我非常喜欢，他说我们在这一辈子当中要去怎么看待这个失败的定义会主导我们往成功的路上面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其中讲一段故事，我觉得蛮喜欢。他说，有人说爱迪生他在发现了这个钨丝，就是钨这个元素，当钨丝电灯泡的时候已经失败了6000多次了就是找了6000多种实验发觉都不能做这个灯泡的里面的这个钨，这个就发亮的这个原材料。甚至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爱迪生传的话，他那时候还发现一种就是竹子，特殊的竹子 bamboo。可以当灯丝，但是一下子就灭了，一下就灭了，没办法持久。所以他等于是在找到钨这个原料之前，试验了6000多种材料，是一个非常漫长跟辛苦的过程。所以有一次有人就访问爱迪生说：“爱迪生先生，哇，你真的不简单，真的好辛苦失败了6000多次，才终于找到了做灯泡的钨丝，当成是灯泡发亮的原材料。”然后爱迪生看到他说：“什么叫做失败了6000多次？我没有失败我是成功的发现了6000多种不能够当灯泡丝的原材料。”我一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有点蛮感动的因为讲失败这2个字是负面的，而我们脑袋呢是没有办法去验证什么叫做这个不要跟什么叫做要，他看的就是那个关键字失败。所以当爱迪生说我成功的发现了6000多种不能当灯泡的钨丝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从失败变成成功。那任何基本上都有2面，所以说其实修正这件事情是往成功的道路上面必经的一个路程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坦白讲，从这个认为到作为到成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管有没有成为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只要做了就成了所以这就是这本书人生成为其实非常重要的关键。虽然是认为必须透过作为来呈现你真正知道到做到，那至于目标的那个成为呢，其实从来都没有人知道那个成为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人但真正的关键是你只要有做了，你就成了就像举个例子，今天我跟这个肖邦，我们2个可能都做 podcast， 都做 YouTuber。当你想要做 YouTuber， 你都没有做的时候，你只停留在认为这件事情；而当你只要做了1集 YouTuber 的时候，其实你就是 YouTuber 了。只要当你做了1集 Podcast 的时候，你就是 Podcast 了。那至于是做第1集或做100集，那只是成熟度跟熟悉度的不同而已。但你只要开始做，
就成了。所以其实说到最后，我都跟我身旁的人说，人生真正的三维要成为你一定要先想，你要认为自己可以就像好哥参加铁人三项，我32岁的时候就拒绝别人邀请我参加铁人三项，就到47岁的时候，因为另外2位老大哥年纪大我很大，燃起了我对自己觉得行这件事情，你说行就行所以后来真的在将近50岁的时候完成了叫做超级铁人三项226公里。而所有的你行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想而已，是从认为到作为。你一旦做了之后就算我失败了也无所谓，我只要想做，我从开始想要做那一刹那我就试了。所以这是这本书里面呢，为什么叫做人生成为？因为所有的人生我们都会给我们自己一个想要成为的角色，至于那个角色未必一定是别人期望的角色讲到最后就是一句话，你说了就算。那其实这本书呢，我再多说一下，其实跟前一本书我是同时完成的同时完成，在去年12月开写吧，应该11月底到12月开写，然后到了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就2本书一起写完了那以这个2本书的概念而言的话，其实3杯茶到3尾大家可以感受到，不管3杯茶不管红茶、绿茶、乌龙茶，我们说觉察、观察、洞察嘛。把3杯茶喝完之后呢，真正的关键是你喝完茶之后，还要在乎自己的3围，让自己能够瘦得漂亮、瘦得好。就像好哥在序言里面讲的，身材好3围好，这个穿什么衣服都百搭身材不好，3围不好，穿什么都百搭。所以身材要在乎3围，人生也要在乎3围。所以前面一本书呢，觉察、观察到洞察这个察这个字不管是觉察我的定位是你想要不一样，人生呢要活成你想要的样子的话，你一定要想要不一样，要不然一不小心就活着变成你不想要的样子了。因为通常我们人大部分都是依照惯性在活着的，所以你要打破惯性需要觉察。那第二个，你也不知道什么样子会真正让你想要不一样这件事情会是你想要的样子，所以你要去看要看尽人生百态，这是观察。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工作叫做 podcast 的话，我不会去做 podcast。如果从来没有不知道有一种职业叫做作者或是线上课程的话，我不会去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叫杰谢蒂的圣人心态。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然后好哥下面又加了一句话，就像我们在财商上面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角色，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那同样的，我们常讲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嘛，所以所有的这个致富这件事情一定是在我们认知以内，所以你必须持续不断的观察，你才有机会干嘛呢？去找到不一样的方式。而从觉察观察最后的洞察是，就算你找到不一样的方式，你要知道这个方式从零开始是怎么样子。要不然坦白讲，今天如果看肖邦说，哎呀你做 YouTube 好棒但是我看你觉得太棒了，棒到我没有办法追上你的时候，我可能就放弃了。所以不要跟肖邦这么厉害的现在去比较，你要问肖邦说，肖邦你一开始是怎么做的？你一开始有碰到困难吗？把他拉回他的起点，把他拉回他的原点，去跟他小时候去做比较。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很厉害的时候，别人已经走到某种程度的终点，就中间的终，或是最后这个终点的终点，但你才是起点。所以不要拿自己的起点去跟别人的终点比去看看他过去是怎么做的，这叫做洞察。洞察干嘛呢？知道如何可以做到不一样。所以你看，觉察、观察的洞察大概都还是停留在脑内的活动，但脑内的活动呢，真的要被落实的时候，才是第2本书人生成为很重要的概念。当你知道觉察、观察、洞察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觉得这些事情除了你想要之外，你还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之所以不去踏那第一步是觉得我不行就像好哥开始做 podcast 搞了6个月才开始做，就前面6个月都觉得不行，设备不行，访纲不行，主持能力不行，啥都不行。后来6个月之后突然想通了，管他设备行不行，拿着手机就录了管他访纲行不行，干脆不做访纲，管他人们行不行，先录再说只要做了就对了。所以当你认为说可以的时候，真正去体现你可以的这个认为呢，就是作为。所以当我第一天开始做了之后，我就试了，是什么？是 podcast 了所以其实综合这2本书就是第一个要确定说我们基本上某种程度上面要打破自己的惯性，找到你的想要，然后知道是怎么达到想要，是3杯茶很重要的概念，从觉察、观察到洞察。但不管再怎么想要这件事情呢，还是要真正自己做决定，说我真的要，这是认为，而且我真的要是想要跟能要是认为的开始。而这件事情都在我们脑袋里面也是不知道的，
真正要体会出来，要体现出来的话，就只有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这也是好哥常挂在嘴巴上了，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输得起就好，输得起的意思就跟我们投资是一样的啊。今天所有的投资，你总要刻意练习。如果你就是觉得股票很好，但是坦白讲，读了好多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报告，但就没投资啊，你再怎么样上台没用。但是你又没有太多的钱，不想把它输光的话，很简单啊，就算买台积电，不要买一张嘛。买一股也行啊，买2股也行啊，一股1000多块啊，现在基本上1000块吓死人。对，如果买一张的话，100万没钱买，买一股买2股，就算是买一股，你也是他的这个股东了。然后最重要的关键，手中有股票的话，心中才会把股价当成一回事儿，你才会开始练习。但是因为买一股买2股，你就算输光了，你也输得起。但是因为你有这个行动，你做了，你才知道它到底长成什么回事儿。不管是 ETF 也好，外汇也好，期货也好，权证也好，任何投资就跟打电动玩具一样，你要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而核心概念呢，是输得起就好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说多赚少赔，在玩杠杆的过程当中，你要胜率够多，要不然坦白讲的话，这一不小心输到解放前，所有资金要从头再来过就很辛苦。那至于有人说，好跟就算我做了，我也不是成为一个股神，我也不是成为一个投资家，没事儿。当你开始做的那一刹那，你就开始靠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菲特说所谓的复利效应叫做越早越好。巴菲特10几岁、11、12岁，应该是说7、8岁开始就对赚钱这件事情有很大的这个兴趣了啊。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见得是买股票，但是他在这一辈子呢，对赚钱这件事情，从他第一本书啊赚1000块钱美金的1000种方法，这一本书里面翻开的第1页就是4个字：行动为王。什么叫行动为王？做就对了。所以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想说，我要怎么可以赚钱啊？那个时候跟他这个姐姐啊，去拿这个去集资，2个人集资去买股票啊，买股票，然后就跌了。跌了之后，他姐姐一天到晚讲，他说，这跌了，烦死了。结果股票一涨回来之后，他立刻就卖了。结果一卖之后，好不容易回档之后，一卖之后，哇，就涨了5倍。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让巴菲特说，从此以后我知道，第一个，这个绝对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在乎这个叫做历史成本啊，因为它会持续不断往上涨嘛。他当初就觉得是股票是他爸推荐的，他觉得应该会往上涨。那第二个呢，千万不要跟别人合资啊，因为他姐姐造成他非常大的压力啊。第三个，自己说了算。你看像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在这么小的时候，他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投资啦。他如果从来没有买股票的话，他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更重要的关键是他如果没有买股票，而且跟别人合资的话，也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常讲的合伙看起来是合伙，但是如果理念不同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合作上面的这个歧见跟压力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啊，如果你不做用想的话，这些你都没有办法在脑袋里面想的过程当中去模拟出他可能碰到未知的情况，就像巴菲特跟他的姐姐是一样的。所以好哥这本书《人生成为》呢，某种程度上面也算是对我自己人生上面的一个总结啊。那除此之外，再额外多说一点，这2本书其实是在一起写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小的跟一般书写的不一样的概念是大概致富觉察跟人生成为是各50篇故事。所以那时候我小小的愿望是说，希望大家一篇一篇慢慢看完50+50之后，人生可以从这个觉察到成为让自己过上100分幸福的生活就从知道到做到。简单讲，从觉察到做到。所以我为什么有一个 slogan 是好哥跟出版社讲，叫始于觉察就是始于自己感受到，终于成为是做到。这是这100篇故事的核心概念然后另外呢，这100篇写的方式跟以往好哥写的书有一个系统架构也不太一样。它其实每一篇呢都是带着问题去找答案的。当初这100篇是好哥大概从4年多前吧，从网络上面，从好哥当广播主持人上面收集到了1、2千个大家常常在财商上面，或者是职场上面或生活上面会碰到的一些 Q&A， 把这些所有 Q&A 就是问题收集起来之后排序最前面的100个问题，然后好哥希望在每一个问题呢的这个开场白下去找到它的答案。你说为什么好哥会这样做因为有一次我特别听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知识内容的工作者，叫做罗振宇他说知识是什么东西？他说知识是拿来解决问题用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到身边人说，哎呀，怎么学了这么多都感觉没有用。他说很简单，因为如果你学了很多，但是很多都没有拿来用，久而久之没有拿来用的东西就没有用啊，就跟我们家里面很多这个没有穿的衣服、没有穿的鞋子、没有看的书需要断舍离是一样的，要不然占了空间，基本上家里不是当仓库的，它是要拿来帮忙生活的。所以知识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拿来用的知识，久而久之我们就遗忘掉了。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知识是拿来用的话，就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这次写书就反其道而行，就带着大家最常会人生碰到的问题来寻找答案。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在每一篇章或者1-2个篇章的背后呢，我再把这个答案呢，它的核心的系统跟核心的理论，也就是相关的书籍呢，再推荐给大家。所以问题、答案跟书籍就是系统啊，这3个是每一个篇章最重要的叫做模式。然后最后呢，好哥都会留一个思考题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呢，几乎你都看得到好哥的影子，因为毕竟拿我自己的案例去跟别人讲话，这才是我可以跟你分享的故事。但最后一个思考题呢，我希望大家就是我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不是您的故事。任何的学习呢，就像我刚刚说了，要拿来用才会有用。所以希望透过最后一个思考题，看完每个篇章，但每个篇章大概只要5分钟、10分钟就看完了，非常简单。但看完之后，再花2-3分钟去想一下，我可以怎么拿来用，我可以怎么放到我的生活里面，我可以怎么让它对我产生价值。所以看看别人故事，想要写自己的故事。我想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在喝3杯茶跟这个锻炼自己的3维的时候，才可以让大家就是活得健康，活得快乐。这就是好哥这个2本书的起心动念跟架构，甚至等于是告诉大家说怎么能够服用啊，才能够觉得很快乐、很舒服的一个介绍跟分享。好哥分享太棒了，每次听好哥的分享都会就是脑袋被打一个洞的感觉。我觉得刚刚听好哥说，就是从你的认为到行为，到你怎么成为，从认为到行为到成为这一段过程，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以前我也是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到4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嘛，然后我也经历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工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不喜欢被人家管，所以我当有人要管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内心有一个很自由奔放的灵魂，所以我也不喜欢就是朝九晚五，然后又要很常加班，这种日子我很不喜欢。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过得非常非常痛苦的。然后我一直很向往的生活就是我可以赚钱，而且是在家赚钱，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在咖啡厅或者是哪里我都可以赚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这种生活离我非常非常的远，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可以办到，我也不觉得我可以做到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就是痛苦值很高，所以我就是决定离职。那时候离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如果我给自己留一个后路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拼命的往前冲，所以我那时候等于是裸辞。那裸辞之后呢，我干嘛呢？我等于是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其实我也很焦虑。可是在那个当下，你就会强迫自己去行动，去做什么，做很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一刚开始其实是写部落格，那时候写部落格刚开始我也不觉得我文笔很好啊，但是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然后慢慢学会怎么样在做好 Google 的 SEO， 然后怎么样去行销自己，然后怎么样去在网络上做生意赚钱这件事情。那一直到后来，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我是在创业，我只是想要在家里上班。那其实过了1-2年之后，我才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自媒体的创业者。那个时候我才接受自己是一个类似创业家的身份。然后后来呢，我开始开了 IG， 然后开了 YouTube， 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认识我。当然就会像豪哥讲的，很多人都会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可以就是在家里赚钱，然后经营 YouTube 经营的好像也不错，然后 IG 也 OK 这样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从零开始。那从零开始的那个阶段呢，必须要有很强烈的动机，
或者是你要对自己是很有认识的，然后你也要有足够的动机，你才会去做一些你觉得你原本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其实你去做了之后，才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困难。而且即便在这2-3年的过程当中，虽然还是会碰到一些起起伏伏嘛，比如说像 YouTube 的订阅数，不如我的预期啊，或者是大家的反应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好啊。当然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挫折，可是如果是以长时间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挫折就是一种养分。那以前当下我可能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失败，可是如果你拉长时间来看，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失败，它反而是另外一种成功。当天访谈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那我决定把剩下的部分呢剪成下一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拜拜。